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冉若风。今天的钩针教程，我们来钩这款超漂亮的露肩连衣裙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。这是我用的毛线，它是棉混的，一卷是50克，我用了大概有7、8卷。然后它是一个微凸眼，大概相当于6股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钩针这支我用的是4毫米的，然后是缝毛线的针。另外，新手建议准备2个别针，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。那我先说一下这件衣服的结构。这件衣服呢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但其实呢，它就是4个长方形，这样子正面2个，背面2个，给它们缝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钩4个一模一样的长方形。钩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从下缘往上钩。那一会儿起头要起的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下缘的宽度。那现在来说一下起头的方法。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把穿回来部分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，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开始钩辫子针，辫子针需要满足的针数呢是7的倍数加5。那辫子针的钩法呢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2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3个辫子针。你可以钩任意的针数，只要满足最后的针数是7的倍数加5就可以。那我计划钩7、9、63加5、68针。那等辫子针钩完，我再回来。辫子针钩完，这个刚钩的辫子针呢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现在我们要开始钩第一行。那我们先看钩针上这块永远都不算一针，钩针下来呢，这2条线组成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 V 字是我们的第2针，这个 V 字是我们第3针。我们要跳过前8个 V 字，也就是前8针，找到第9个 V 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那这是我的第9针，我要在这针呢钩一个短针。那短针的钩法呢是钩针从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这2个环，那我们就钩了一个短针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标记这行的第一针呢，我们是要从钩针上往回数，钩针下来我们看这个 V 字是我们刚钩的短针，然后再往前我们要数4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。那我们就标记这个辫子针。这一针呢，就是我们标记的这一针，就是我们这行的第一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往下钩，先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呢，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1、2，在第3针的位置呢，钩一个长针。长针钩法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第3针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还剩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是一个长针。下一针再钩一个长针，跟刚钩的一样，我们钩针绕线，到下一针这个 V 字这条线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然后呢，我们再钩3个辫子针。然后跳过2针，在下一针钩短针，跳过1、2，在第3针的位置钩针，钩针从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那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要重复这个花样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1、2。在接下来的2针呢，各钩一个长针。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下一个辫子针这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下一针还是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从下一个 V 字这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然后又是3个辫子针。跳过2针，在下一针钩一个短针，那短针还是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又要重复了。
这一行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2针，钩2个长针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跳过2针，钩1个短针。那就这样重复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不记得的话，可以把视频往回倒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这一行的花样。那我们这第一行的花样重复到我们最后一个短针钩完，应该正好还剩3针。那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钩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钩1个长针。那还是钩针绕线，从最后一针 V 字这条线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我们第一行就钩完了。那现在来钩第2行，第2行开头先钩1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刚的这个辫子针呢，它不算一针，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我们前一行的第1针。我们要在这一针呢钩1个短针。那钩针从前一行的第1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这是一个短针。那新手呢，我们还是建议把每行的第1针都给它标记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下一个辫子针的地方呢，再钩1个短针。那这个辫子针呢，你可以从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也可以直接就从这个洞里穿过去。我有时候偷懒，就这样子直接从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然后呢，我们跳过接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1个短针，又2个辫子针，在接下来这个辫子针，也就是这2个长针的前一个的辫子针上，我们要先钩3个辫子针，先钩了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1个短针，2个辫子针，再接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前一行2个长针的前一个辫子针上，这辫子针我们要钩在里边，就是钩针要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在这儿钩短针，把线勾回来，钩1个短针，然后接下来的2个长针底上各钩1个短针。那钩针从这个底上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上2个环，下一针还是一样，从底上 V 字2条线下边把线勾回来，钩1个短针，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辫子针上钩1个短针。那还是一样，就是你也可以从这个洞里走，讲究一点的话呢，那我们还是从这个辫子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。然后其实从这儿我们就要开始重复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钩3个辫子针，不好意思，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1个短针，又2个辫子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前一行2个长针前面1个辫子针上，再给它钩1个短针。然后呢，在接下来的2个长针底上，我们各钩1个短针。那钩呢，都是钩在这个 V 字2条线下面，它底上的 V 字2条线下边。然后呢，在下一个辫子针给它钩1个短针。那还是这个辫子针，你可以像这样子钩在 V 字2条线下边，也可以钩在这个洞里。讲究一点的话，就这样子钩在 V 字2条线下边。然后又重复了我们3个辫子针，跳过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1个短针，又2个辫子针。在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前一行这2个长针的前一个辫子针上，我们给它在 V 字2条线下边给它钩1个短针，然后在这2个长针底上各钩1个短针，然后下一个辫子针要钩1个短针。这个短针你可以钩在 V 字2条线下，也可以省事儿就直接钩在这个洞里。那我这样是钩在 V 字2条线下面了。然后我们就又重复了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1个短针，2个辫子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长针前面这个辫子针上，给它钩1个短针，然后2个长针上各钩1个短针，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辫子针，那我们再给它钩1个短针。然后又是重复了3个辫子针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就这样把这一行钩完。那我们第2行最后这个2个长针底上的2个短针，还有
长针接下来这个辫子针上的短针钩完。那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，钩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2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2个辫子针，在下一针的位置钩一个短针，那这一针也就是我们标记的前一针。然后呢，再在标记的这针，也就是这行的最后一针上，我们把标记取掉，再给它钩一个短针。我们第2行就钩完了。那现在来钩第3行，第3行呢开头是6个辫子针，不好意思，6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钩的这6个辫子针呢，我们要把前3个辫子针看成一个长针，然后后3个辫子针呢就是3个辫子针，相当于我们第3行已经钩了一个长针3个辫子针了。那我们新手要标记第一针呢，就标记第3个辫子针，就是1、2、3，第3个辫子针。然后呢，我们跳过开头的2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这3个辫子针中的第2个辫子针上，给它钩一个短针。那钩针从这辫子针，V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这是一个短针。那接下来呢，钩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一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在下一个短针，也就是这个长针底儿上这个短针上钩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在下一针，也就是这个长针底儿上的短针，再钩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一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接下来的这3个辫子中的第2个辫子针上，给它钩一个短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重复这个花样了。钩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一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在下一个短针，也就是之前的这个长针顶上这个短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下一针，也就是这个长针顶上这个短针，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又是3个辫子针。跳过接下来的一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，也就是接下来的3个辫子针中的第2个辫子针上钩一个短针。那你看这花样又重复了一次了，那我们再来重复一次，钩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一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在这个长针底儿上的这个短针里钩一个长针。然后在下一针，也就是接下来这个长针底儿上的短针里头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又是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一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在下一针，也就是这3个辫子针中间这一针上钩一个短针。看，又是一个这样子的重复。那我们就重复这个花样，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这3个辫子针上的短针钩完，那我们再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呢直接找到我们的最后一针，把标记取掉，然后在最后一针上我们钩一个长针。那我们第3行就钩完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的第2行和第3行。如果不记得钩法呢，可以就倒回到视频前面。接下来第4行就跟我们的第2行一模一样，那之后第5行又跟我们刚才钩的第3行一模一样。就这样，我们不断的重复这2行，一直到钩一个这样子的长方形。就是这个长方形呢，一直到它是你衣服这样一片的长度。等你满意它的长度呢，那我们再回来。这样的一片长方形钩到你满意的长度呢，顺便说一下，我是钩了88行，可以钩任意的行数。那最后一行的最后一针钩完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线头剪断了，然后钩针勾住线头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。
那我们这样一个长方形就勾完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还要勾一模一样的另外3个长方形，就是总共4个。那这4个长方形勾完，我再回来，我们一起来把它们缝在一起。这样的4个长方形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缝成我们的衣服。那要缝的呢，就是肩膀，肩膀呢只要把2头缝一下，然后侧面留一个袖口，剩下的缝起来，然后前后都是一样的，上头留一个 V 领，把下面的地方缝起来。那每一处缝线的长度呢，你都可以自己来决定。比如说你希望这个领口大一点，那你这个缝线开始的位置就低一点；如果你希望领口小一点，那你缝线开始的地方就高一点。那其他地方也是一样，取决于你希望留多大的空间。那我这里只讲方法，具体这个要给他们留多少缝多少自己来决定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把这个领口的地方缝起来。这是我缝好的4片的其中2片。那我把一头这样子用这个缝毛线的针给它穿过去，然后呢把2边对齐，我们钩针从这边不是钩针，这个缝毛线的针从这边的第一针过去，然后找到对面的第一针，这样子穿过来，然后这边的第2针，对面的第2针，这边的第3针，对面的第3针，就是只要把2边对齐就好。就这样子缝到你想要缝的这么一段距离。比如说我只打算缝这么一节，那我现在这段缝的都缝在一起了，那在最后这针的地方呢，我拿这个针给它来回穿几遍，防止线头从这边脱开。然后多余的线呢，我们给它藏在我们已经勾过的这些里边来。剩下多余的部分呢，就可以给它剪断了。然后呢，这一头呢也是，就是同样的给它缝在一起。然后另外2片呢，我们也这样给它缝起来。4个长方形都这样子给它们从这个肩膀上两缝在一起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可以缝我们前后的中线，还有2边的侧缝线了。那我把这2片呢就在肩膀上这样子给它劈了一下，然后标记一下我希望的领口、袖口这些的高度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把下面这个位置给它缝在一起。缝呢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先把2边对齐，然后另外拿一根足够长的线。那找到脚上的第1针，头上第1针，把这个线系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还是用这个缝毛线的针，把2边来回给它缝在一起。这侧面呢，不像底儿上是一个一个 V 字那样子很明显的，就是针脚，那我们就大概眼睛看着判断，只要把2边对齐就可以。就这样把我们希望缝在一起的部分，就是我标记位置以下的，都给它缝在一起。我现在呢已经把这4个长方形给它缝成这个衣服的形状了。那接下来这步呢是选择性的，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做。因为我这个衣服呢留的领口比较大，所以穿的时候呢它会从肩膀上往下掉。那我就想在后领上给它勾2个带子，让它们可以系在一起。那首先呢，我标记出这个带子要在的地方，然后拿钩针还是起头，起头方法跟之前一样。那从我们标记的这个地方，我把标记取掉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勾一个引拔针。引拔针呢还是钩针穿过去，
从我们要放带子的地方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勾回来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花，这就是一个引拔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钩辫子针。这辫子针呢没有任何针数的要求，就只要你给它钩到你满意的这一个带子的长度就可以。那这样子一边的带子钩完呢，我们在另一边对称的位置同样的再钩一个带子。那这2个带子钩完呢，我们还剩腰带。腰带呢很简单，我们就也是另外钩一个很长的这样子的辫子针的带子，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希望的腰的高度，然后就在我们这个镂空上把这个带子来回给它这样子穿。那就这样把这个带子呢整个在我们的腰上穿一圈。这步做完呢，我们今天这件漂亮的罩衫就完成了。